大家好，历经近1个月后呢，不知是巧合或是天气比较凉爽啊。上次整地种植是在台风前，现在要除草修整菜地也是在台风前啊。但是本次还多了一个原因哈，现在叶菜蛾已经陆续可以看到了，要翻开防虫网，又要避免叶菜蛾突袭呢。选择在太阳要下山的时间点很重要，这跟叶菜蛾也有日落而息的作息有关啊。如果注意观察，到傍晚时呢，叶菜蛾就开始找地方借宿了。利用生物活动的特性，就可以大胆掀开网子，不用担心啦。而今天是因为阴天啊，风又很大，所以也可适用。相信很多人现在观看生长状况时呢，首先在意的是巢内青花笋与高丽菜的生长情形啊。不过在还未进入开花或结球成熟期呢，却不好分辨十字花科类作物的差别啊。这内部有青花笋与2种品种的高丽菜啊。而内部土壤的状况却是个人观察的重点，主要是在观察植株下与沟槽里土壤的差别。植株下的土壤还维持着良好的团粒结构，透气没有板结的情形，可以让根系有更多的氧气可以吸收。由于浇水是浇在一旁的浅沟里，浅沟里除了滑落的土壤团状结构比较好之外呢，原本的土壤已经变得非常细致了。而这沟槽下的土壤其实还有潜在的养分收纳效果，只要经过重新整理，小颗粒的团状引粪就会出现了。因此依照过往呢，叶菜类就算不用施肥也可以长得很好啊。更精准的说法是不需要额外施肥啦。也因此当有观众朋友提问说是如何施肥呢，真的很不好回答，太多因素了。要说是善待土地，又觉得是太天马行空的说法。这是自然农法的奥妙之处啦，不然深山里的神木长这么高大，是靠谁施肥的呢？神木大概只要掉一点叶片，菜就被淹没了。感觉很有道理的话，如果种植空间小，就先把这想法抹除掉了。毕竟自然农法需要一点空间与时间才容易执行。对于经过近1个月才长这样的草量呢，个人算是很可以接受这样的结果了。毕竟这是直接使用灌溉河道的水源，只要清理整理很快就好。通常采用自然农法呢，如果杂草没有压抑到作物生长，原则上是不用除草，避免打乱地底微生物的稳定状态。但是这在住家旁，除非您的抗压力超强，不然不除好这件事呢，光被碎嘴就会听不完了。于是改用折中的办法，在植株间挖沟仿照惯行农法慢淹的方式，让浇水施肥都在沟里处理掉。至于植株下方的土壤就不要去动到。以上是巢内设置的基本原则。而进行除草的同时呢，顺道进行整理沟槽，拉近镜头，试图也让大家看一下沟槽里的土壤。这沟槽里的下方呢，会呈现细小颗粒状的引粪土啦，这是后院土壤的特色啦，时间久了就会变成这种状态。至于沟槽挖深的深度呢，会比原本深不少，这是因应作物长大后需要更多的漫淹水量，这也是省事的做法啦，可以减少浇水的频率哈。不过若是土壤很不会吃水保水呢，浇水前可以挖一下土壤，看一下土壤湿度啦。
而这挖深后的沟槽，日后就会出现特殊的状态沟槽里会自己堆积不少养分浇水下去，自觉也像是在帮忙施肥啦。而沟槽里挖起的土壤，算是在施肥吗？就不好说了。不过用来覆土呢，也可以顺便矫正作物的生长方向。盖完土壤后呢，不知是否出现错觉感觉青花笋跟高丽菜呢，比一开始的样子长大了不少。添加易肥浇水，盖上网子，检查拍摄记录时呢，才发现没拍摄到。看来是也该公平给一旁的结头菜与高丽菜上镜的机会内部的闲置空间呢，有追加了6颗绿梗花椰菜。这6颗的来源就是前院种植花椰菜后剩下的菜苗。不过十字花科类就是这样很难分辨这槽内部杂草的数量感觉比左侧少。同样的步骤，除草、挖沟、覆土后，更主动的添加一点自制的甘蔗易肥有种植甘蔗的话，可以自行参考甘蔗易肥的做法。不然想要自制易肥的话，就可以参考环保酵素的做法。易肥个人感觉对于叶菜类生长上的帮助非常明显使用前先稀释是一种办法。由于这沟槽挖得比较深，直接将易肥先倒到沟槽里，再补上大量的水稀释这种方式使用在高大又耗肥的作物会轻松不少叶菜类因为直接使用时容易淋到菜叶建议是先稀释后再使用，会比较方便另外，慢淹浇水时可以利用水顺道调整一下沟槽平整度这样要定点慢淹浇水也可以更为平均盖完后呢，左侧沟槽里的水已经入土了而中间高丽菜位置的土壤明显也已经将水吸上来了，最后就可以进入放养一阵子了。谢谢收看。